当听到劉德華在節目上提起周星馳這3個字時，莫文蔚的眼神瞬間變了。我同佢拍過戲，即係幾部戲。我對佢感覺幾好嘅。其實佢唔係話好似其他人，即係成日都覺得即係要自把自為啊。我唔知今日會點樣，但我認識嘅唔係咁樣。原來那瞬間的黑臉不是討厭，而是太在意。1996年籌拍《食神》，周星馳給莫文蔚打了一個電話，直說有個角色需要你來演，不過是個貼滿臉刀疤、帶誇張龅牙、全程扮醜的蠱惑女。他沒提戲份多少，也沒許諾番位，莫文蔚就爽快答應了。那不用說服，他一通電話過來說，我們那個新的要搞新的電影了，而且你是要扮醜的，有龅牙、有刀疤、有什麼什麼什麼。要知道，在90年代的香港影壇，王祖賢清冷，李若彤出塵，朱茵的靈動，林青霞的英姿，哪個女星不是卯着勁往美豔端莊裡靠？只有她不計形象，甚至不在乎後續的代言和戲路，甘願扮醜。電影上映後，他特意跑去看午夜場，片子快演完，都聽見旁邊觀眾嘀咕：不是說有莫文蔚嗎？人在哪兒？他低着頭縮在座位裡，又好笑又得意，能把自己藏到觀眾認不出來，才是演員真的演活了角色。電影剛出來了，然後香港有那些午夜場啊，就是半夜12點才演，已經都看了差不多到結尾了，然後突然間有一個觀眾就說：這個電影不是說有莫文蔚嗎？他在哪兒？這樣子，我就一直這樣滑下去，然後你不要看到我。當時都以為他是在為戲犧牲，是演戲在他生命裡有分量。後來才明白，對於莫文蔚來說，重要的從來不是演戲，而是發出邀請的人。每天幾個小時的特效妝，吃飯怕卡渣，喝水用吸管，他半句怨言都沒有。戲裡火雞姐為史蒂芬周擋下致命一刀，戲外的他也會毫不猶豫為他撐傘。在很多人看來，周星馳就是片場暴君，是一個追求極致的完美主義者。只有莫文蔚能透過帶刺的殼看到他內心深處的焦慮。他在現場兇巴巴嗎？會罵人？有時候了，因為我覺得我能理解，因為你搞創意的話，有時候你在腦子裡你很清楚知道要什麼樣，可是有時候你很難說出來形容出來，所以你一定要你身邊跟你合作的人一定要同那個頻道才能理解嘛。而周星馳也同樣是他的伯樂，早在1994年拍《大話西遊》，剛從英國留學回來的莫文蔚就走進了周星馳的劇組，而這個影視圈的新人卻是片場裡少有的能跟上星爺即興改戲節奏的演員，不用反覆講戲，總能精準接住他拋過來的點子。晶晶姑娘，哇，幫住筆蘇好粗獷啊，得唔得啊？這部戲裡他還演唱了插曲《未了情》，音樂人盧冠廷正因這次合作賞識他的嗓音，後來引薦他簽約唱片公司，成了他樂壇之路的重要契機。戲裡白晶晶等了至尊寶500年，戲外兩顆同頻的心也越走越近。在那段低調相伴的時光裡，他背着外界的流言蜚語，安安靜靜站在他身後，陪他打磨一部又一部作品。可創作上的同頻終究填不上人生規劃的落差。星爺的世界裡永遠裝着下一部電影，下一個創意，給不了他想要的安穩與篤定，最終只能選擇最體面的方式轉身。演唱會上，他站在聚光燈下唱《他不愛我》，歌聲裡藏着沒說出口的委屈與遺憾，一字一句都唱到人的心坎裡。我看到了他的心，演的全是看他的電影，他不愛我，情況如此，他還是隱藏了我的心。可唱完下台，他擦乾眼淚，就大步往前走，不糾纏，不詆毀，把所有過往都封存在了歌聲裡。成年人的感情最高級的結局從來不是相守，是彼此成全。如果說分手見人品，那低谷處的選擇最見一個人在你心裡的分量。2014年一篇網文引發全港倒周潮，張家輝、任達華、劉青雲3位影帝先後表態和周星馳不熟，王晶、杜琪峰等導演公開批評，是莫文蔚站出來坦然說，星爺很會照顧人，很會照顧演員，不管外界怎麼評價，我一直都支持他。分開是兩個人的選擇，但他絕不容許旁人隨意踐踏他的才華與驕傲。這份坦蕩的維護早已超出了男女之情，是對一段知遇之恩的珍重，是對一個創作者的由衷認
认可。时光一晃20多年，莫文蔚嫁给了17岁的初恋，活成了独当一面的天后。而周星驰虽然白了头发，却依然在电影世界里执拗造梦。两人看似早已走出彼此的人生，直到2016年的那个片场，所有情绪才找到了出口。时隔21年，刘镇伟拍《大话西游3》，莫文蔚再次画上白晶晶的妆容，穿上当年的戏服。当她对着镜头说完那句500年后你回来找的不是我，刚喊咔就崩溃大哭。打针对白其实在20年前是没有拍真人讲的。第3集的时候，一开场我就先要他拍解人对白，在他心里面就说出来。我一 cut camera， 莫文蔚就崩溃了，哭得很厉害。当时我已经知道他为什么哭，不是还困在旧情里走不出来，是当熟悉的妆面落在脸上，那些黄沙漫天的片场，那些熬夜拍戏的日夜，那个敢爱敢闯的年轻自己，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同年美人鱼的宣传台上，两人时隔多年同台，莫文蔚坦然说，没有星爷的电影，我也不会有今天，我的血液里至今还留着一点白晶晶的东西。周星驰也笑着称赞他状态依旧，就是看来看去，最后还是你最好。你跟我说吗？对呀、都是你们最好。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藏着回不去的旧时光。也直到这一刻我们才懂，节目里那瞬间的失神从来不是讨厌，是刻在岁月里的记忆，被一个名字轻轻一碰就翻涌上来。但那又怎样呢？当你看懂了莫文蔚的好，看懂了他那一瞬间的黑脸与笑意，就会明白，时光虽然不在，但两个闪闪发光的人曾经狠狠地照亮过彼此。哪怕没能走到最后，这份感情也是生命中最厚重也最温柔的遗憾。